这个我们叫武汉肺炎啊，在美国叫 COVID-19， 这个实在是世纪病毒啊，可以说在最近这几个世纪来，很少看到有这么传染力这么强，然后影响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世纪的传染病。那么在美国来讲，它确诊到目前为止大概有3000多万人啊，那么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50万。这个死亡人数呢，已经超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死亡人数，所以对美国来讲，这是一次等于是相当的一个浩劫。一直到现在，美国很多地方的生活还没办法纳入正轨啊。那么，所以当然引起美国民众非常大的这种反感。那么各州呢，都有一些人主张说应该要对这个中国求偿。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其实最早的时候是这个密苏里州啊，然后德州啊，然后这个 New Jersey 啊，所以说，但是呢，这一次密西西比提出来了，而且为什么呢？他为什么提出了？就换言之，就是在他法院通过了啊。那为什么其他各州通不过？原因在哪里？就是这个美国过去啊有一个叫做外国主权豁免法，就是你对于一个主权国家，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啊，它的一些的这个人物啊或政府，你不能够作为在美国诉讼的一个标的，但是它这里面有例外，就是所谓的商业行为啊，所以这个各州呢都在钻这个例外，就希望说能够找出说这个与商业行为有关的啊，然后从这方面来求偿。那么密西西比州呢，他提出这样一个，当然是引起了大家很大的注意啊，因为如果密西西比州能够提出来，那么未来美国其他各州有可能也会提出都援引这个例子啊，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讲，那真的也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很没面子的事情。而你看现在澳洲已经在这个跃跃欲试，对不对？已经非常群情激愤。那么我们看欧洲有些国家也是在那边啊，这个磨刀霍霍的，因为说实在，这一次的这个疫情，真的中共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甚至于说，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就是主要要负责任的人。那所以说，这个一方面也影响到习近平在2022年的20大能否继续连任的可能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当然，就目前的密西西比州所提出来的这些这种法律行动来讲，说实在，可能执行上会有相当困难，因为我们记得过去啊，这个曾经有人对江泽民提出过类似的这种控诉，有些法院也甚至于说要传江泽民出庭啊，那么甚至于江泽民到出国访问的时候啊，有些地方的法院还要求要直接把它扣留这样。对啊，所以说但是最后为什么都没有那个，就是在于说这个所谓的外国主权豁免法啊，这一点呢，这个在目前来讲，可以说也是等于国际公法里面一部分，不光只是美国的国内法。所以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在美国国会里也曾提出过这个新冠病毒受害者正义法，就希望说立一个特别法能够超越这个外国主权豁免法，但是呢，这个法案呢，在美国的内部的讨论里面，最后倾向于否定。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立法的话，会有很多后遗症，而且你可能跟这个现行的国际公法会有所抵触。所以后来这个法都没有通过。所以这个我们当然可以看它后续的发展，但是我个人认为，就从法律面来看呢，应该是不大容易执行的啊。但是对于中共来讲，当然第一个面子上过不好看嘛。那么第二个，对于其他世界，特别是自由世界的一些受害者来讲，这多少也是一个心理上的慰藉啊。对，总算有人提出来要跟中共算账嘛。
对不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可以说在目前世界为中的这种氛围之内，使得更多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受害的人，有了一个更加讨厌中共，或者说是更加这个对中共不满的一个动因。